嗨，我是蛙板，这集是超级多人许愿，宅女要怎样可以变海后啊？这么多人想要变海后是什么意思？平常都被别人海，现在也要海别人一下。对，我要扎别人一下。对啊，随便乱放电都不用负责。就是想要变成心情也可以这么轻松的女生，是不是？不然平常都太硬了吗？会觉得我都没有办法这样对别人，都是别人这样对我。对，我也想要变成可以这样对别人的女生，灵魂整个换掉的意思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。好啦，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直接变成海后或是渣女，就是摆脱恋爱脑，然后心情比较开放一点就可以了。以下几种女生这一集一定要看，看完你们的人生一定会变更好。例如母胎单身的女生，容易晕船的女生，一直被渣的女生，经常为情所困的女生，或是每次都觉得是自己不够好的女生。这集看一下，就是稍微改造一下，你的恋爱就会比较顺利咯。好，我建议第一个是念书的时候就要多跟异性互动，避免养成母胎单身加晕船体质。这两个经常是并在一起的，对，然后有时候很严重，所以有很多粉丝都跟我分享说自己为什么很容易晕船。他们说啊，从小家里管很严，然后都不准他们跟异性接触，甚至因为这样子而去念女校，就爸妈超怕你太早被异性拐走，然后也不能交男友，管超严，甚至有人是连在大学的时候都还是不可以交男朋友。对，很多女生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他就一直身边都只有女生的朋友。他几乎没有跟异性有互动过的经验，然后他说啊，结果我们出社会之后，人生中除了老师或亲戚以外，没有异性的存在。哇，天哪！对，然后结果反而练就了一身超级晕船体质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光跟男生讲话我就会紧张，然后我就会脸红，然后就会想说要怎么跟他讲话，然后男生会怎么看我，然后会不会怎么样，就心里面小忐忑超级多，因为他没有跟男生接触过。然后他说这样真的超级吃亏的，因为光看到男生就会这样，然后紧张啊、心跳什么，而且只是普通男生哦，还不是说要很帅还是什么，就是异性他们就这样子，然后就很紧张，根本就很难做到正常的互动。如果是暧昧或是稍微被拔一下、被亏一下，那个整个快崩溃了，手乱撞，受不了了。对，所以他就说这种超级晕船的感觉，其实他真的很想突破，可是20几年来从来没有接触过异性，反而使他这样，然后他就觉得很痛苦，然后他就很羡慕那种可以很轻松的跟男生像哥们打闹的，你干嘛啊？怎样啊？跟我讲啊什么？他说好羡慕，为什么大家可以那么自在？其实就是你从小没有接触异性的问题嘛。然后他觉得自己这样要恋爱要择偶，反而都变得超级困难，然后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所以其实大家要想一下，家里有没有管太严，很怕你太早交男友会被骗，可是其实是早骗晚骗的问题。因为把你变成这样子，然后呢20几岁你还是要交男朋友，还是要这时候还不是被骗？对啊，你这时候还比较有钱可以被骗对，学生时代被骗不就只有心灵、爱情而已。对，爱情感情而已。现在呢，你可是有财富可以被骗，有存款。对，然后受伤还更重。应该早点被骗。对，与其都要被骗，不如早一点被骗。怎么很像广告词啊？如果你都要买欧洲车的，不如一开始就。第二个是我建议不要有从一而终的想法。什么叫从一而终？就是好像很多女生都会，只要对一个男生有好感，然后就会认定就是他了，感觉就锁定目标这样，然后就开始排斥跟其他异性的认识或接触，不会再想要认识别的男生。那很多人是交往的时候会这样。我以前就是还年轻，就高中的时候，真的就是这样。我也会。是喜欢一个人就这样，还是要到交往？没有，喜欢一个人就是，比如说我对他有好感，我就是眼里只有他。对。旁边都模糊了，你再优秀，聚焦在他，对，很容易这样子，就是一旦喜欢他，然后就只关注他，然后其他人你就几乎不太多看，然后也把心门锁起来，感觉就是要把自己留给他那种感觉，然后都没有想要多认识不同个性的男生，也没有想过说你一生中你要多交几个不同类型的男朋友，而是想着他一个，然后就想说最好是可以跟他谈恋爱，然后结婚，然后生起来，就整段都铺好嘞。就是以前高中而已，然后想着要结婚，然后连小孩的名字都想好，然后已经开始叫老公老婆了，对，已经想着跟他后面几十年的生活，可是他可能就只是你的初恋还是什么而已。非常爱，非常爱，我爱你宝贝。这个就是从一而终。好，那我建议女生不要有这种想法。然后很多人也是连暧昧也只跟一个人暧昧。对，就是你只跟这个人暧昧干嘛呢？你们之间又没有什么交往的负担，然后你就把所有希望压在他身上。那万一他不喜欢你，或者是暧昧消失，或者是他没有给你什么回应，你就会超级受伤。因为你就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，对啊，然后就花很久的时间去痊愈，就是他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他怎么不理我了？很难受，对，就会非常难受。然后很有可能因为这样，你就会觉得，那我不想再喜欢男生了，因为我得到的都是很不好的结果，你就不想再恋爱了，因为觉得恋爱很痛苦这样。可其实恋爱没有那么痛苦，是因为你太封闭你的心胸了。所以建议女生要开放心胸一点，不要只锁定一个人，你可以同时锁定4、5个人，就这4、5个你可能都可以出去看看，然后看你比较喜欢谁，因为接触过后的灵魂才是最重要的。你刚开始只是一个外表或外形的好感而已啊，你都还没相处过啊，然后多认识起来，相处过后再挑嘛。
这样的心态会比较好一点。第三个是不要觉得暧昧就要交往，然后交往就要结婚。我觉得女生好像把这个挂钩的太严重了，就是不用每一次在这个洗头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去，然后这也是很多女生恋爱谈不好的原因，就是得失心太重了，然后暧昧的时候就很像交往一样，就开始要管他哦，就他今天怎么去按别的女生赞，他就生气嘞。我有遇到蛮多粉丝问我说，他已经跟一个男生暧昧了，可是他在看他的即时动态又发现他有跟别的女生出去，然后他就很不舒服。我就说，可是你们只是暧昧而已，你们什么男女朋友的名目都没有，他还有别的女生朋友，本来就很正常啊。就算你们交往了，他还是有原本的女生朋友啊，所以你是眼里容不下一颗沙粒的意思。那你这样一定很难谈恋爱啊，因为你一定会很痛苦，或者是一天没联系他就紧张个半死，觉得说他是不是不理我了，他是不是怎样，我昨天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，就太多小剧场了。我觉得很多女生是很容易这样，会以前真的会这样，以前真的会，是年纪小然后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时候特别会这样。那要到什么时候才不会这样？我觉得是要到大学快出社会的时候。所以是跟恋爱经验有关还是年龄？我觉得是恋爱经验，恋爱经验交了几个之后才不会，就大概交4个。所以万一只交了一个的人，他又乘以刚刚的从一而终，他不就永远出不来？对啊，因为这个是需要恋爱经验才会突破的东西。那很多女生又不愿意去突破，她又不想要有第二个，然后或者是交往的时候就有那种又好像交往就一定要结婚，很怕浪费青春的那种心情，这也会很容易谈不好恋爱。那这样就会把恋爱都谈得很死啊！有一个粉丝分享说，我从小就被家里跟学校教育说要做一个听话、有礼貌、负责任的大人，然后一路上这样子走来也都没有遇过什么大问题，因为身边都是跟自己差不多的善良小白兔。直到开始恋爱，我就狠狠的摔了一跤。他说他后来发现，就是也是长大之后发现，大部分男生谈恋爱都是先把女生暧昧起来或追起来，然后才考虑要选谁，要跟谁交往，或者是交往之后才选要不要跟他继续的过人生的日子。可是女生经常是还没有真正的相处，就在暧昧而已哦，就在想着以后要跟他一起过日子了，然后就搞得自己绑手绑脚什么的，然后也因为自己的人生太听话，个性太乖巧了，然后太会规划未来了，就想什么讲什么都会觉得我要认真要负责，然后讲了就觉得自己要做到。她说她就是一个这样的女生，就是很乖啦，然后个性很好，然后遇到渣男的时候，她说对方完全不是这个样子，就想了自己也可以假装忘记的。她说这些招式她从来没有想过，哈，做人可以这样子哦，她整个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招架他。然后她说这个男朋友让她遇到了所有人生无法想象的问题，才发现自己有多单纯多脆弱。是不是很多女生会这样啊？或是遇到渣男的时候才发现，怎么有人这样，就颠覆三观的感觉。对，就你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讲了就要做到吗？你说爱我怎么会分手？对，不就是爱我才可以这样子做吗？或是才会这样子跟我讲吗？或是才会这样撩我吗？然后你没有那个意思是，那你现在是在干嘛？会整个错乱。而且女生都会给喜欢的人很好的滤镜，对，把他想的又超美好，就是觉得他不会这样子，所以他就狠狠的被上了一课。然后他说他就是在情场上面受了很多伤，因为连续好几个，他就发现他真的谈不好恋爱的时候，接触到魏老板的书跟影片，才发现说，哦，所以其实是不要预设立场，要开放心胸去谈恋爱。以前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可以这样，他以前就觉得只要是恋爱或喜欢，我就是要一直对你很好，然后眼中看着你一个人才是对你负责啊。对，没想到哦，其实不要这么死就对了。所以他结论是说，太死脑筋，太死心眼，真的谈不好恋爱。这句话是那个受伤很严重的过来人分享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听起来。第四个是我觉得不要有白马王子情节。什么是白马王子情节？小编知道吗？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就觉得只要一谈恋爱就会幸福快乐美满，然后结婚就是幸福了，就是故事书盖起来的那一页。可能就是有钱、有势力、有权力、很帅，哦，有钱有势，然后又帅，他很痴情，只爱公主一个人，霸道总裁只爱我这样子。哦，就是会有一些奇怪的想象。我觉得白马王子情节啊，主要是你自己的人生问题，然后取决于说遇到这个王子就解决了。因为我发现那个故事书里面的那些女生都是这样，她可能本来很苦很辛苦，或家境不好，或是怎么样，然后所有的人生难题，只要王子出现那一刻，就拯救了她，她的人生从此翻盘，然后就 OK 了，结束。就因为遇到一个男人，这个就是白马王子情节。对，例如什么经济问题哦，那只要遇到一个有钱的男友就搞定了，就解决了嘛。职场的问题哦，结婚嫁给老公养，不要再工作就解决了嘛。或是原生家庭出身不好哦，只要遇到好男人，那我就翻身了嘛。就他所有的人生问题，他都觉得可以靠男人解决。或者是自己的外表或内在不够好啊，缺乏自信啊，没有安全感啊，遇到一个够爱我、给我安全感的人就解决了。可是结果每一段感情都弄得你伤痕累累，因为你会发现他们最终其实解决不了你的人生问题。你的人生问题只有你自己可以处理，真的不可能遇到一个男生就帮你解决。无论经济、事业、原生家庭，还是你的性格、自信问题。然后当你发现原来他没办法帮我解决，每一个男朋友根本都没办法给我安全感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很累了，你已经3、4次、5、6段，然后太累、太受伤，然后你就错过了那个可以为自己打拼跟解决你的人生问题的时刻了。因
因为你把那些时间跟气力都放在谈恋爱身上，然后最后花了10年8年才发现，根本没有一个男的可以解决我的这些人生问题，最后都是更糟而已。当我把这些希望放在他们身上，我都更受伤而已。然后怎么办？后面就觉得来不及了，我没有力气了，我没有青春，我不想再谈恋爱了，就会很容易变成怨妇。就会觉得我很凄惨，我很痛苦这样。所以我建议是，你要在你青春年华很有力气的时候，花时间提升自己，而不是要花最多的时间去吸引男人，然后想说哦，只要遇到白马王子，我人生就顺利了。千万不要这样，故事书改删。对，不然你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谈你根本达不到那个目的的恋爱。所以无论男生或女生，应该都要最爱自己才对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IG哦。